10年陈酿烟鱼，有人爱得深沉，有人避之不及。大青蟹凭借红糖独步烹饪江湖，大海鳗借助阳光一统味觉江山。大海喜怒无常，但在海上讨生活的人总能把握时机。这片蓝色粮仓也从不吝啬。老广的味道之蔚蓝诱惑。海洋是老广的牧场，海风轻拂，渔火闪烁。老广以海为田，以网为犁，耕播犁浪，编织生活。每一网鲜鱼，每一口浓汤，都是大海的丰饶馈赠，都是生活的苦辣酸甜。湛江雷州半岛依偎着广袤的大陆，胸怀着蔚蓝的大海，宛若一条腾越南海的巨龙。每逢4月，半岛四周青鳞鱼群最是丰盈。风平浪静之时，正是撒网捕鱼的黄金时刻。晚上10点，陈小江接到了起航的号令。哎呀，3更半夜出去真係唔容易。唉，又要輕蚊先翻嚟。啱啦，到這裡啦。哎呀，嚟啦！黄飞虎是当地声名显赫的船老大，40余载与海共舞，对渔汛的韵律了如指掌。凌晨5点半左右，黄飞虎再度扬帆，开启了新一天的作业。这个是探鱼区，这个是雷达啊，下雨可能能看到清水外面，是吧？探鱼区现在看到清水海底有什么鱼啊？凭借多年逐鱼而捕的经验，黄飞虎在探鱼器屏幕上敏锐地捕捉到了青鳞鱼群的踪迹。有新郎鱼，准备下网。大鱼群密密麻麻的是。巨大的渔网撒入波涛，缓缓展开，好像一个硕大的口袋向鱼群扑去。4个半钟头了，准备洗碗了。起！我们下网的时候有看到，应该有那个青鳞鱼群，现在起网了，好期待。从下网到起网，一趟要忙活6个小时，循环往复，辛苦而单调。但正是老广与大海共生的日常。现在通通是水母的，没有买到钱，快板了。鱼这么大，我们这本地的应该得送鱼吧。春末，北部湾的海蜇汛期渐入尾声。不过，大如石磨的海蜇并非渔民们青睐的猎物。我们真的期待到了我们的青鳞，看这青鳞鱼呢，它有个特色，它背面呢都是青色的。青鳞鱼又名青鳞小沙丁，是飞鱼家族的一员，是沿海渔获中不可或缺的品种。新鲜的青鳞鱼，鱼鳞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，随着光线的流转，变换出斑斓的色彩，仿佛一幅山水画。新鲜的青鳞鱼有着独特的风味儿，用面粉在鱼身上薄薄抹一层，将青鳞鱼下锅炸到2面金黄，就大功告成了。渔村春日的闲适时光，便有了这酥脆掉渣、内里嫩滑的美味小吃。吃多了炸物易上火，于是当地人将葱段、蒜头等料头铺底，青鳞鱼在上面排排坐，把清水没过鱼背，小火把水收干，等鱼鲜味儿一股一股地冒出来，青鳞鱼就包好了。青鳞鱼在当地最传统的吃法便是鱼具。哎，响了，出来啦！这个是10年前埋下去的，你看，在古时候的大户人家家里都是用10年以上的渔具来做嫁妆。陈小江毕业于武汉大学，曾在服装行业做设计策展。2020年回到老家，
要用清水搓洗，把这个脏的或者其他的地上的螺类要把它清洗干净。我们是一层鱼一层盐，是把它铺平。在雷州半岛，那些经年累月风化的熔岩，转变成了透气性极佳、酸黏有度的砖红壤，是制作渔具不可或缺的天然伙伴。揭开盖子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层棕黑色的膏状物质。我们先看到最长的是渔具的鱼油。鱼油被揭开的一刹那，浓郁的腥臭味道瞬间飙出，就像当头一棒，能把人打懵。这种气味，有人非常受用，有人避之唯恐不及。金黄金黄的，我很喜欢这个味道。经过长时间的发酵，鱼肉及内脏早已化为深棕色的糊状，仅剩鱼骨及鳞片仍能辨认。渔具既可以做菜的配料，也可以做食材的蘸料。普通的白切土鸡蘸一点渔具，肉香中就透出海味的鲜来。甚至是平平无奇的一碗白饭，有了渔具相送，滋味也立即醇厚了起来。渔具看起来丑，身价却高。我们当地人叫它血滴滴，用它来做菜是一级棒。渔具的最佳搭档是花腩，花腩切成薄片，与渔具一同投入砂锅的怀抱，中火慢煮。熟透出锅时，撒一把蒜叶，哗，喷喷香。这时候不赶紧来一碗热腾腾的白饭，还等什么呢？同样家常的还有渔具炒玉梗。玉梗焯水，将蒜蓉、虾米、扇贝爆香后，再倒入玉梗翻炒，最后加清水和渔具调味，煮开后转到瓦煲内慢火煮透，玉梗饱吸了渔具的咸香，咬一口，鲜汁四溅。春末的夜晚，仍有些许凉意。海平面远处，捕捞游鱼的渔船灯光璀璨，照亮了半个天空。沙滩上，鱼跃的欢笑声交织着涨潮的海浪声，衬得世界广阔，前程明亮。粤西的海岸线在茂名港处形成一个内湾，造就了水东湾这片宽广的滩涂。水东湾中心分布着几个沙洲，有人在沙洲上挖塘垒坝，于是潮水每次退去，总会在坝内留下一些海鲜。梁池兴等的就是这个时候。我们坝里面放了有20条网龙。我右手是海白虾，左手是泥虾，小的放上这些小，这些丁子小鱼，直接放了。哎，走吧，回家找妈妈。还有腾雀，哎呦，咬一口啊哦，钓它上来的话。梁池兴土生土长的资深渔民，曾在餐厅里端过盘子，在建筑工地上搬过砖。神奇的是，自从开了直播，曾经比较木讷的人，如今却是能说会道的主播。短视频啊，锻炼了我啊，跟人家交流啊和口才等等啊。面对生活啊，都是很甜蜜蜜那种感觉吧，很乐观咯。这里有估计有6斤左右。他的真诚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粉丝。今天，来自长沙的网友常玉荣就带着孩子们来到海边，和梁池兴一起挖蟹。那红树林旁边有那些草丛中嘛，那里有水蛙，
那就今天青蟹多多啊。夏日傍晚正是挖蟹的最佳时刻。巨源青蟹偏爱水流平缓、富含有机物的浅海内湾、滩涂和江河口。在炎热的天气里，青蟹会变得更加活跃。青蟹擅长挖洞躲藏，个头大的青蟹洞口大，但会更隐蔽。就算梁池星经验丰富，也花了不少时间才发现一个稍大的洞口。他现在在家，他挖的那个泥，这里这个洞嘛，看他挖出来这个泥新新的，对吗？跟这个旧泥不一样。应该在家。他的版主进在这里啊，像人家小白野一样嘛。我们内地的向往这个海边上，小孩子放假就一起过来体验一下。这个小池要挖这么深够了吧？基本都是1-2米，在特别的3米都比较偏草。用木棍看一下。挖青蟹多少有点碰运气，洞里面是否真的有青蟹，不到挖开的那一刻，谁的心里都没底。有货，没有白挖，有货。哇，小朋友啊，看，小水叔叔抓一个大青蟹给你，看，真的是有半斤啊。很大的洞了，我看，在这里要动工。到后了，碰到了，慢慢还不敢出来了，在这里卡紧了。巨无霸的看，果年青蟹王了，比我的领的还大，有1斤左右呢。鲜虾活蟹是深受老广们追捧的人气食材。在汕尾，鲜活虾蟹会被做成干腌咸货，其中虾仁儿最为抢手。要用冰生冻几分钟，去壳就方便多了。虾仁儿腌透冷藏后，其中的微小水分处于半凝结状态，口感软糯有弹性。刚入口时是咸味儿，随后一丝甘甜悄然释放，就像一个小小的鲜味炸弹。大青蟹是海鲜中的当家花旦，当地的传统做法是糖水蟹，热锅放油，青蟹砍件儿下货翻炒，淋些许白酒提香去腥，然后加水没过青蟹，放入姜丝红糖煮开。雄鹰的营商就是姜。糖水蟹酒香丝丝缕缕，甜味清清爽爽，丝毫没有想象中的腻味儿。除了虾蟹，水东湾广阔的滩涂上还有一种海鲜，是在当地也很少见的珍品。看着现在有水，到桥底下，等它退潮了，就抓一种鱼。抓这种鱼要用到冰爬。夏末，每月2次的大潮在傍晚时离开，岸边潮水刚退，已有人开始在滩涂上寻宝。潮水退尽，是时候开工了。做一条干，太小了，我们就把它放了。哎呦，又一条干，他想跑回家看，他的尾巴一插就进去了，看，他就慢慢的跑下那个泥沙里面。体型细长的，我们当地叫做米扇子。梁池星所说的米扇子是隐鳗中的一种，隐鳗细小，最粗不过小指大小，掰直后又像一根筷子。又有一条，它一般的在30公分左右，基本都长不大。我挖到是5-6公分，看，如果有的话，它慢慢跳出来的。它们喜欢吃各种小贝类，
所以在贝壳多的滩涂，常常能发现隐鳗。像这里是那个贝壳花甲那养殖区，所以那个米仓鼠在这里生活。一下就又钻进去了。像这些米仓鼠抓它的时候要快，要用力，呀，快，很快又抓，用力，又逮住了。隐鳗至今没有人工养殖，目前全靠渔民野外获取。在我们当地市场里面的话，80块钱一只。梁池兴今天运气不错，今天过来挖了2个钟，看有2斤多了。隐鳗这水中的隐士，捕获不易，但上好的食材与人分享更加快乐。锅热油沸，隐鳗下锅，翻江倒海间，直至外皮泛起焦黄，香气四溢。这时，椒圈洋葱加入战局，一番翻炒后起锅装盘。隐鳗经此高温油爆，肉质紧实而香气扑鼻，成为聚会中举杯畅饮的不二主角。老广爱汤水，隐鳗与当归同煲，鲜甜有滋补。先把隐鳗煎香至微微金黄，撒少许白酒，去腥提鲜，加入清水和适量当归。煮到当归那股悠悠药香味漫出来时，汤就可以舀到碗里了。奶白色的浓汤，香气氤氲，无需多言，只要浅尝一口，鲜味儿便在舌尖上跳跃。放一点盐放下去，生粉加点盐调味儿，用适量的水搅成面糊，让每一条隐鳗裹匀，就可以下锅小火慢炸至金黄酥脆。脆炸隐鳗，外皮酥脆，内里鱼肉嫩滑，鲜香满口。傍晚，小鸟投林，家人聚齐，小小庭院充满温馨气氛。赶海、短视频，两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。当他们在梁池兴的生活中交织，就成为了一场传统与现代的邂逅，在这水天一色的舞台上，成为了故事的主角儿。涠洲岛在北部湾海域中部，有蓬莱岛之称。每年往来穿梭的客轮，总会带来数不清的旅人。招客人呢係佢哋名呢，即係講讓客人舒服舒適嘅地方休息啊。邓俊友曾在南宁做过几年导游，2020年回到涠洲岛，潜心经营自家民宿。涠洲岛周边地势大多平坦，每逢大潮退去，滩涂就会成为赶海人的圣地。9月初秋，大潮通常在凌晨时分退去。邓俊友收拾好渔网和工具，与好友冯耀辉一同赶海。哇，涠洲岛的这个海水太清澈了啊！水下有2个好大的那个海胆啊！哇，好大这2个，肯定是很鲜美的。邓俊友从小在海边长大，早已练就娴熟的潜水技能。在浅海水底找寻海货，对他来说轻而易举。这个好可爱的螺啊！这个螺呢叫猪仔螺。邓俊友所说的猪仔螺，其实是人们常说的宝螺。宝螺家族数目庞大，
在中国沿海，从福建至南海，都有它们的踪迹。这边区域的话呢，其实很多海螺的，特别是那个猪仔螺啊，特别多。啊，我又抓了一手猪仔螺，它怕强光的啊，它主要是在晚上出来。保罗科的动物行动缓慢，白天蛰伏在珊瑚、洞穴或岩石下面。要想找到猪仔螺，夜晚才是最佳的时机。它主要是吃一些那个珊瑚虫、小贝壳啊之类的，是一个肉食动物啊。我们现在一潜下去就看到了好多，水很清澈。在久远的历史中，海贝曾被当作货币使用，其中就包括了保罗的贝壳。在清澈见底的海水里上下沉浮，邓俊友每次出水都不落空。这个就是牛眼螺、蜡螺，这个是珍珠贝啊。哦，抓了一个螃蟹，基本上它来捕粥了啊。两人没有花费太长时间，就有了不错的收获。好，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收获啊！哇，好多海货啊！螃蟹、螺、海胆、鱼，收获满满的。你看有些猪仔螺的话呢，它的壳会长一些寄生样的啊，就是微生物，所以呢我们要把它刷干净。一锅清水，数条姜丝，与猪仔螺一起下锅，大火煲足10分钟才会熟透。吃的时候将2个猪仔螺拱背相对，用力一碰，壳就啪啦一声碎裂开，露出里面肥嫩饱满的螺肉，足够鲜甜。烧烤猪仔螺更是风味十足，在热情四射的炭火烘烤下，螺肉焦香满溢，破壳后挑出螺肉，看似费劲，实则乐趣无穷。那一块肉看，猪仔螺就是肉多，很嫩，肉很嫩。烤好的螺肉呈现诱人的金黄色，入口慢慢咀嚼，软糯有韧性，配合焦香的味道，这一刻就是对海岛风情的完美诠释。同样被叫做猪仔螺，在斗门前雾却是另一种螺。前雾镇的西面是珠江出海口的衙门水道，这里江水和海水交融，河道边的滩涂是黄建超和好友农忙之余寻宝的好去处。今呢几只螺啊？黄建超所说的猪仔螺，粗顶椭圆身，壳面有细密不纹，学名为中华大耳螺。個螺仔啊，好那個樹啊，個耳仔嚇，長長啊嚇。因其圓嘟嘟的身材，肥硕可愛，當地人戲稱它為豬仔螺。呢隻螺啊，用肺噶，招個人咁呼吸噶，喝水噶，腿條都走下來，水漲佢都長絲噶，識游水噶，浸絲噶。耳螺喜歡在紅樹林或者鹹淡水交界的河口棲息。哎，又有啦！哇，會結痂啊！耳螺到底是幾時在此地出現？土生土長的黃建超並沒有什麼印象。
我從細個就識打油㗎啦，10零年前嚟先啲檢翻嚟啲無人要㗎。冇啊，咁啊好少咋，啲送幾斤啦，見客啦，收工啦。挖回来的耳螺需要静置一段时间，让其吐净体内的杂质，然后才能下锅。細到咁就用醬啦，量到上面啦。白灼是对耳螺最纯粹的致敬。清水没过螺身，煮开20分钟，熟透的耳螺用牙签轻轻一挑就能完美脱出。简单蘸点豉油，吃起来就足够脆爽鲜美。小小的餐桌，家人围坐，凡尘烟火便是幸福。儋州市海头镇坐落在北部湾之滨，鲜有游客踏足，这里却有闻名全国的海产品。当清晨的树影被太阳拉得长长的时候，预示着冬天已经到来。这个季节正是晒制海产干货的黄金时节。一大早，梁春和姐妹们也忙开了。宰多少鱼啊？这些是男人出海捕捞上来的鱼，我们女人在家的话就是晒鱼啊。男人出海捕捞打鱼，女人在家操持家务，这是沿袭至今的传统。海鳗身体修长，它全身布满粘液，宰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杀之前要把那钉打上去，固定它的位置。处理海鳗稍有不慎，就会影响卖相。注意看它的骨头在哪里，你不注意把它劈过来这边的话，这条鱼就不好看了。宰杀好的海鳗，清洗关乎到风味的纯正。它属于内脏的一部分，不挑出来影响鱼的味道。好大哦，你看，可能都有3米。腌制是控制海鳗干口味的关键。腌半个小时过一点就可以了。新鲜的鱼肉在高浓度盐分的环境下，鱼肉里面的水分慢慢渗透出来，让其变得结实紧致。梁春只是通过触感就能判断腌制的时间。没腌制过的鱼，它的肉是松松的。再次清洗是为了去除表面多余的盐分，控制鱼肉的咸度。晾晒是海鳗风味转化的最后一步。我的有30斤的有，20斤的有，最大有10斤的鱼晒干后，可能有7斤这样子吧。在当地和海鳗干齐名的是大红鱼干。这条鱼啊，大概有10斤左右。大红鱼个头大，骨头硬，想破开鱼头得费好一番力气。3到5个小时。你看洗干净起来白白的，随猪肉一样。晒红鱼首先要把鳃盖立起来。要沥水呀，天气好的话，一般都是5天。阳光的抚摸，海风的轻拂，以及时间的沉淀，共同成就了海鳗鱼干和红鱼干。晒好的红鱼干，鱼肉肌理清晰，每一片都像精心雕琢的蒜瓣。海鳗干皮下一层淡金色脂肪，仿佛向世人炫耀其内在的丰腴与美味儿。将海鳗干与肉排共冶一炉，是当地独具匠心的美食搭配。海鳗干切成小块，经过浸泡后备用。排骨在锅中翻炒至变色，此时加入海鳗干，继续煎炒至鱼皮起泡，
鱼肉就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。再焖个10分钟就好了。这道菜里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那层鱼皮，丰富的胶原蛋白经过焖煮后变得咸香而富有粘性，轻轻一咬，胶质在唇齿间缠绵。一家人最重要的是齐齐整整，或许这就是幸福的模样。每天凌晨3点左右，随着大大小小的渔船靠岸，博鹤港的小码头处人声鼎沸。天然大虾，对。林勇与朋友合伙经营着一家网店，专门销售来自南海的新鲜海产。有時他會來到早市，為顧客挑選最新鮮的海貨。我哋博鶴港咧，每日都有好多魚翻嚟嘅，基本上每日都唔少於20個品種，九肚、金股、白鯧、龍脷可以全部攞晒俾我。好，謝謝老闆啊！今天林勇接到一個特殊的訂單。我係吳村人啦，遲啲我哋村有年例，跟住咧就趁住依家天氣好，我要提前訂一批好貨。吳村嘅年例大家知嘅，好出名啊嘛。隨着冷空氣南下，廣東沿海的水溫也隨之變低。凌晨的漁港濕冷難耐，接駁遠海捕撈船的漁船，帶着滿滿的漁貨靠岸了。嗰啲船真係做10幾天好辛苦㗎，個浪好大嘅。我哋呢邊嘅海域咧，野生嘅鬼蝦都好多嘅。左手邊呢隻係花蝦，呢隻係鬼蝦。每一年咧9到3月份咧，都算係花蝦季。花蝦是林勇要為年例準備的靚貨。因蝦身淺黃，尾巴後部是鮮豔的藍色，又被叫做9節蝦。其實咧9節蝦就係花蝦，因為佢身上有一層層嘅暗黃色嘅花紋，2字節節高，所以廣東人咧中意用嚟送禮啦。花蝦對環境要求很高，養殖量不大，主要依靠漁民捕撈。呢啲船翻嚟嘅花蝦咧，品質係最好嘅，因為佢從捕撈上船到我哋手上都係立亂漂嘅。博鶴漁港是廣東省3大漁港之一，也是國家級中心漁港。粵西、廣西，甚至海南沿海的漁貨都會運來進行交易。購回的海鮮，林勇都會細心處理。我哋啲客咧，大部分都係城市入邊啲家庭嚟，好多人唔識劏魚，所以我哋都會劏好。花蝦的處理和魚不同。花蝦咧，我哋係先要用啲高濃度嘅冰水，將啲蝦浸一浸，浸到佢表裏嘅溫度統一。佢啲野生嘅蝦咧係隨時可以食嘅，做刺身好好食嘅，只搣咗個殼就可以當刺身嚟食，好鮮甜。好似呢個咧有5頭係1斤，譬如話呢個6頭1斤，所以呢啲唔同嘅頭數咧，啲價格就越大就越貴。我哋係速凍庫，可以起到零下50度，大概凍個半鐘就可以凍好啦。平時咧，我哋有一部分客戶咧唔知我哋啲海鮮點整嘅，都係我哋喺廚房整好，做成示範俾大家參考。林勇小時家境不好，窮人的孩子早當家，自小就練就一手好廚藝。花蝦咧用芝士焗係好好食嘅。8到10頭的花蝦豐腴而飽滿，體內的氨基酸含量充沛，正是美味巔峰期。用牙籤挑出蝦線，沿着背部切開，鋪上一層香濃的芝士，送入烤箱。靜待溫度的魔法加持，芝士焗花蝦一定要趁熱吃，才會有香滑的口感。鮮活的花蝦鹽焗也是不錯的選擇。花蝦去頭備用，粗鹽及香料炒熱，放進蝦尾，再用粗鹽覆蓋，小火慢焗5分鐘。
当虾肉里面的水分在锅盖上凝聚成滴流淌时，虾尾便是焗好了。盐焗的虾尾肉质紧实，又有点脆感，咸、鲜、香。剩下的虾头不能浪费，略略煎香后，加入翻滚的粥水之中，数秒后关火。虾头粥绵滑之中更增香甜。所有的美味都是聚会的号角。年历庆典正日，村子里张灯结彩，到处充满喜庆的气氛。年历过去指的是朝廷给官员的賞錢，而如今卻成為廣東粵西地區獨特的傳統節日。我哋今次嘅年例慶典活動咧，將會呈現一個400幾圍、5000人同時食飯嘅盛大嘅宴席場景。有好多都好經典嘅，比如話呢款八寶飯。無雞不成宴啊，一定要有雞。呢個咧係用嚟煮人參湯嘅，呢啲就係攞嚟做炸子雞嘅。呢個係我哋吳村嘅特色手打嘅馬鮫魚丸。年歷，美食是主角之一，而美食海鮮必不可少。每一台有15道菜，其中有6道係海鮮嚟嘅。當然巴蝦係唔可以少嘅。所有領導、嘉賓、親朋好友，夜幕降臨，賓客陸續到齊，吃年歷正式開始。隨着一道道菜式飛奔上桌，鄉里鄉親間的氣氛愈發熱烈。在吳川，當煙花綻放於夜空，年歷慶典便畫上了圓滿的句號。人們就此翻開新年的飛頁。歲月在這裡周而復始，送走了舊時光，又將搏擊風浪，揚帆起航。老廣們深知，樸素平凡、有滋有味的生活，就是對海洋最美的頌歌。广东卫视美好生活倡导者。